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河南安阳，这个地方就是曹操高陵。曹操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这里。曹操这个人大家是熟悉的，不能再熟悉了。据说当年专家在发掘曹操陵墓的时候，还发现了曹操的头盖骨，后面根据这个复原出了曹操的真实模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很有可能呢就能够看到曹操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并且他这个地宫也是开放的。今天呢，就来了解一下曹操的故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景区里面了，同样是收费的。现在这里呢是有墓葬、博物馆等等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是游客中心呢，在里面那个大一点的房屋呢是曹操墓的所在地，包括博物馆也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得去买票看一下。刚到景区就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曹操的各种因素，在前方不远呢还有曹操的雕塑、雕像。现在景区也在播放《三国演义》的一些歌曲，因为这些地方曹操的元素、《三国演义》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。门票是50块钱，不知道里面怎么样啊？现在我们已经算是正式进来了。一走到这里，大家看这个建筑是不是非常熟悉啊？是仿照那个阙楼而建的。我们一般说帝王使用的3出阙，大家看看这个是几出？是不是2出阙啊？曹操生前是没有做皇帝的，他是死后被曹丕追封为皇帝。关于这个曹操墓呢，一直在民间都有争议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曹操的墓有72遗冢之说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曹操安排自己的后事有这样的描写：他在临终前命人呢，在今天安阳外面呢建设了72个遗冢，使别人不知道他死后的葬身之地，以防自己的墓葬被人挖开。这个72遗冢呢，可能主要是经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渲染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当然，这个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并不是72遗冢的始作俑者。按照一些资料记载，曹操72遗冢说法最早可能是出现于北宋时期。你像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曹操墓，到现在呢，仍然有一些人有争议，说这里呢不是曹操的墓，是有其他人的。甚至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，有专家说这一座墓呢是曹操小时候的墓，这个就比较好笑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曹操的高陵是国家文物局确定属于曹操的墓，那肯定是通过一系列认证考证才确定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，发现很多这样的雕塑，大家可以看到有4个方向可以进去。那么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秦汉时期那个地宫的模样。这些通道呢，代表着那个墓道，因为在秦汉以及之前的陵墓我们一般是称之为竖式墓穴，然后上面属于封土堆，它是提前把下面挖好，然后4条这个墓道呢，代表最高等级，4条墓道是天子级别。像那些诸侯的话，一般是甲字形，墓道越多，身份等级越高。刚刚我们是看到那个阙楼，那基本上是大门，那么过来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神道、司马道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去看那个明清帝王陵或者唐的帝王陵，那个神道两侧有很多石像生，而曹操这个肯定是没有的。多方面的原因，一个呢就可能是由于时代久远，因为差不多1700-800年没有；还有一种原因呢，就是当时曹操他对这个身后事呢想法不一样。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曹操的雕塑，叫做魏武挥鞭，大概高度是15.6米。这应该是曹操在出行的场景，或者说巡视，因为他穿着是那种将军服装嘛。来解释一下魏武2个字。魏呢，曹操生前是魏王，他也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。武的话是由于曹丕称帝之后追封曹操为太祖4号武皇帝，在这里呢，魏武就是代表曹操。继续来讲一下曹操，
在去曹操的地宫之前，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曹操。可能大部分人对曹操的了解呢，都是关于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演绎出来的。很多人呢，一开始看《三国演义》都会感觉曹操这个人呐，能力是有，但是做事情好像很不好。因为《三国演义》可以算是作者站在有个人角度上面，他把曹操说成是奸臣，把刘备呢说成是正统，这样有带点个人色彩的话，导致我们大部分人看《三国演义》呢，曹操也是一个奸臣。那么真实的曹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来简单说一下。他是公元155年出生，去世于公元220年。在那个时期呢，也算是高寿了。字孟德，从而我们经常说曹孟德。本姓是夏侯，如今的安徽亳州人，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东汉末年权臣，亦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。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，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误区：曹操属于三国的，其实不是啊。曹操同样是属于东汉的。蜀、魏、东吴三国开始呢，是曹丕称帝才标志着三国开始，在之前呢都是属于东汉。曹操在少年时期呢，他感觉梦想是当一个游侠，比较放荡。到了20岁举孝廉为官，后面呢就一路发展。他的人生一大转折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，他迎汉献帝到许县，自此呢用献帝名义发号施令，总揽朝政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挟天子令诸侯。从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实力呢就急剧增大，前后击败了袁术、陶谦、吕布等势力。到了公元200年，他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割据河北的袁绍，基本上统一了北方。到了公元208年，晋位丞相，也是在那一年，赤壁之战他失败了。不过这个时候他应该来说没有伤筋动骨，只是说延缓了统一的步伐。在公元215年取汉中，公元216年他进爵魏王。明眼人都知道，东汉就是汉朝的江山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因为有这个爵位，其实相当于就是为下一步改朝换代做准备了。这也是很多人说他是奸臣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当时他控制了皇帝，汉献帝呢在他手上完全就是一个傀儡。到了公元220年，曹操病逝于洛阳，享年66岁。后面曹丕继承他的位置，没多久呢，曹丕称帝，就尊封曹操为太祖，4儿武皇帝，葬于高陵。这就是曹操简单的一生。很多人都在说曹操是奸臣，对他有很大的误解。其实曹操可以说是超世之杰，终其一生呢，以儒家治国思想为理念，以统一天下为目标，于汉末乱世当中扶持风雨飘渺的东汉帝国，在乱世呢安民，恢复了中国核心区域的社会秩序，就是北方中原大地。曹操呢，他善用奇谋，30多年南征北战，外定边患，形成了北方一统的军事格局，也是文韬武略。东汉末期那个时候称得上是乱世，曹操扶持汉献帝，安邦定国，统一天下，矢志不渝。在治理北方的过程中，实行屯田，兴修水利，抑制好强，轻徭薄赋，恢复了经济发展，崇尚礼法，整顿风俗，促进了社会稳定，提倡节俭，身体力行，开启后世薄葬新风，迁都许昌，封都邺城，削平北方割据势力。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措施，使北方的社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曹操在那个时候呢，是用人为才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东汉有一个门阀士族，当时是举孝廉，你如果想要出人头地，必须是投靠别人或者有关系。而曹操呢，就是唯才是举，只要你是人才，不管你什么出身都可以。
这样的话他就意志豪强了，加强集权。我记得影视剧中有这样演绎过，曹操说：“如果没有我，多少人想当皇帝？如果没有我，这个东汉的江山早就灭掉了。”也确实是如此啊，因为有了曹操，他使北方统一了，稳定下来，汉献帝起码这个招牌还在，没有人敢去称帝。当然有一个元素是除外啊，那个人是一个疯子。对于曹操的功业以及为人呢，后世评论之多，分歧之大，可谓是世俗罕见。其实大家的分歧主要可能还是由于《三国演义》引起的。你如果没有《三国演义》，单单看《三国志》的话，曹操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那曹操就简单介绍完了，我们现在去地宫看一看。这一块呢是在河南的安阳，曹操的陵墓就在前面一块，在这个地下。我们先来看看这里的地形图。为什么说他的陵墓会在安阳这一块？在这一块的位置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有山有水，算是一个风水宝地吧。正常来讲，曹操的陵墓应该会在洛阳那一块的，因为当时他的统治中心已经到了洛阳嘛。但是他去世之后却没有埋葬在这个地方，而是在这里。主要是由于不远处啊，就是邺城，我们在那边看到有个邺城遗址，因为曹操发迹的地方应该算是邺城吧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那么邺城在高陵的东边。整座陵墓它是坐西朝东，我们经常说，在两汉时期，包括之前的陵墓，很多呢都是坐西朝东，因为他要守望、遥望他的帝国。那么邺城、高陵这样就对称起来，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，并且大家发现没有，这里呢里面有一个湖泊，水从那边流出来，也是通过邺城那一带。在远处呢，就是太行山，太行山的水嘛。以前建城建村都是靠近水源，靠近河流。在这个下面呢，就是陵墓的遗址区了。看到标志写了神道，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很多神道了。神道一般指寺庙、陵祠等参拜场所前面的道路。高陵的神道与墓道相对应，神道两侧呢还有立柱。那么此种形制呢，直接影响了北魏陵园制的形成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地方一直往前走啊，就到了地宫所在地。神道呢是地面建筑，到了里面有地宫，有斜坡，在神道两侧还有很多建筑遗址。高陵的遗址建筑区呢，分为南北两区。这里呢，基本都是一些住址，当时下面的住处遗址。这就是曹操的陵墓。占地面积大概是740平方米，始建于东汉建安25年，公元220年。曹操的陵墓呢，有墓道、墓门、封门墙、甬道、前后主室和4个侧室组成。这个跟我们在明清看到的很多藩王墓啊有点类似，是一座多墓式的大型砖室墓。在我们看了很多陵墓的话，像西汉时期很多呢是属于崖壁墓，就是在石山里面开凿洞穴出来。我们比方说的曹操盗掘的第一座墓，以及徐州的那些墓啊，属于崖壁墓。到了东汉开始呢，就慢慢的转变为砖室墓。墓的平面呈甲字形，墓葬呢是坐西朝东，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穴墓。斜坡墓道长39.5米，宽9.8米，最深的地方距离地表是5米。刚刚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曹操的陵墓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的总体规模称不上太大，跟西汉包括东汉其他的一些陵墓对比，感觉小了很多。这主要还是跟曹操有关，也可以说跟曹丕有关。因为在两汉时期，包括之前的陵墓啊，都是修建的奢华无比，里面呢会放置很多陪葬品。你像之前我们看的那个梁王墓，据说里面呢埋了几十万两黄金。那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汉武帝的陵墓，修了53年，里面呢也是放了很多陪葬品。因为两汉时期，包括之前陵墓呢都讲究厚葬，基本上呢会把国家或者这个主人很多财产呢放置陵墓里面。你像大家熟悉的
曹操呢，在当时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盗墓的队伍——摸金校尉，就是盗掘两汉时期，包括以前的帝王陵、王侯将相的陵墓，把里面的财宝用来给他做军饷。那作为曹操来讲，如果陵墓里面放置很多陪葬品，肯定是容易被盗的。于是他修建陵墓呢，就想到要隐蔽安全。那么在当时呢，他就下了一个这样的命令，说：我的墓啊，一呢不建封土，二呢不植树，三不放陪葬品，就讲究薄葬。那他的儿子呢，曹丕也是遵照这种方式去做，包括曹丕当时建陵墓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在历史上，曹操安葬的时候、出殡的时候，各个城门呢都有送葬的队伍，让大家不知道曹操到底是葬于哪个方向。有72遗冢之说，这就是曹操为了那个隐蔽的一种方式。那么从他开始呢，魏晋南北朝大部分的陵墓啊，建造方式都根据他的这种安排。你像我们在洛阳可以看到一个北魏时期第2位皇帝的墓葬啊，里面的构造也是非常小。我当时看到好像只有一个墓室。你像我们在洛阳可以看到什么司马懿的墓、曹丕的墓，包括那个曹睿的墓啊，他们的封土啊都比较小。关于曹操这个72遗冢以及当时安葬的时候4个城门都有送葬队伍，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传说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，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情况。曹操是在洛阳去世，他安葬是在安阳，隔了好几百公里，在当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。另外呢，当时曹操的地位那么高，实际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掌权人，他的安葬方式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。作为曹丕来讲，给他父亲修建陵墓，肯定是会选择好地方的。那么作为这种帝王级别的陵墓，地址的话基本上是公开的，不可能说弄得很隐蔽了。72遗冢我估计是后人为了说曹操这个疑心比较重，才杜撰出来这个说法。不过曹操引领了这个薄葬之风，确确实实是真的。这边呢属于未发掘区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尽管我们刚才说它这个陵墓呢属于薄葬，没有大的封土，但是整体看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，一看就不是普通的人的陵墓。因为毕竟曹丕后面称帝之后，把曹操呢追封为皇帝，就算在他生前也是属于魏王，是一个王侯级别。他陵墓再寒山，规模形制肯定是有一套流程的，旁边肯定是有一些建筑的。还有一点呢，曹操开创了那个曹魏的江山，曹丕称帝之后，他们已经变成一个王朝，特别是已经统一了北方，身份不一样。作为皇帝来讲，他的陵墓再寒酸，一定会在这里修建一些建筑。到了这一块呢，就是属于原墙，当时的陵墓的应该说是内墙，因为这个墙里面呢应该就是封土。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帝王陵呢，它有外层、内层、皇层，它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最中间的这个就是核心区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建筑嘛，地宫就在这个里面，都是属于夯土结构的。到现在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。曹操是公元220年去世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属于遗址区，在曹操当时刚下葬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地面建筑的。后面曹丕为了遵循他父亲不建树、不封土、不进行厚葬的命令啊，在这个陵墓建成后的大概3年时间，就把陵墓上面的地面建筑全部烧毁了，全损毁了。曹操是薄葬，曹丕他当时也要求去世之后也采用薄葬，不要放很多东西。他们2个父子在这一点认知上还是比较相同的。还有一点，之前我们在西岸很多墓呢，可以看到主人身穿金缕衣或者银缕衣，到了东汉就比较少，彻底停止是曹丕下令安葬不得使用御衣才结束了。继续往前走，曹操的地宫就在这个里面，真实的地宫是没法参观的，不过
在这里呢有一个1:1复制曹操的地宫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这就是曹操原版的陵墓地宫所在地，由于属于保护就没有开放。这里有一个斜坡，也算是墓道，30多米。它这个墓呢是有一条墓道甲字形，在远处呢还能看到墓门。等一下我们去旁边那个复制版的地宫看一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宫的平面图，是不是非常像一个甲字啊？这就是王侯将相的墓。这一块呢是斜坡墓道，也有几十米。墓道过来之后呢是有一个墓门，再进去呢就是地宫所在地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它是由前后2室，然后左右两边属于配室，总共4个，也是我们俗称的耳室。整体来讲的话，相比西汉时期那种王侯将相的墓，还是少了很多。主要其实就是墓室和墓道2部分组成。这是平面图，这个是立面图，你看很清晰了。这个跟我们在陕西乾陵周边看到那些陪葬墓是差不多的，因为那个也是属于封土墓。从先秦到唐朝，只要是这种封土的墓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墓道，然后里面是墓室。这个跟那个两汉时期那种崖壁墓还是有点区别，应该正常来讲是跟西汉时期的崖壁墓有区别。在东汉的话，很多墓已经变成砖室墓了。在这个后方有一个大的洞穴，这就是盗洞。不管曹操和曹丕当时采用何种方法来防盗，结局呢还是被盗了，而且呢盗的次数非常多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复制的地宫，从这个台阶走进去，里面呢就是曹操原本陵墓的样子，相当于我们现在是走在斜坡墓道上面。在墓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砖块，在这个地方呢称之为护墙，因为它旁边就是属于夯土嘛，为了使它稳固不倒塌，就在前方弄了一面用砖砌成的墙壁出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凹槽，这个在当时是有木头的，也是起到支撑的作用，只是说时间比较久，这些木头就腐朽了。在墓道的2边都有，这个护墙长度大概是5米，宽度4米左右。墓道过来就是墓门了，进去就是地宫所在地。这一块由于是属于复制的，在这个墓门和斜坡之间弄了一个过道，让它走得方便。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墓门，有2个拱券，一大一小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封墓的这个过道有3层，1、2、3，非常坚固啊。然后墓门就在这一块，然后这里是不是一个凹槽？那有点像我们说的封墓墙。它整个第一道防御就是比较坚固的，有好几道手续。这些砖也是现代的，用现代的砖复制了一个曹操的地宫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就是地宫里面的前室，后面呢是后室，棺椁就在后室，左右2侧呢都是耳室。刚才我们也介绍了，总共是4个耳室。现在看起来地宫呢是空空如也，在当时来讲，就算是薄葬，里面还是放了一些陪葬品的。作为地宫里面可以看到全是这种砖，这就是典型的东汉时期墓葬形式。来旁边的耳室看一下，这里呢也是空空如也。我们可以看到墙壁这里呢有一根绳子，我听刚才导游跟其他游客介绍的时候说，当时发掘地宫的时候，里面呢确实是有绳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而复制这个地宫呢，就把这个绳子也复制了，反正我也不明白是干嘛的，也不像是挂东西的。再往前一走，就来到了后室，这也是地宫最核心的地方。当时曹操的棺椁就放置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呢有2个凹槽，当时曹操的外椁呢是石头的，刚好就卡在这个位置了。这是听刚刚导游讲的，一般人来到这里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的，以为是金井呢，其实不是。在后室墙壁上面有2个大的洞穴，这就是盗洞。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到了，这是里面的情况。按照专家考证，这个盗洞呢应该历史是非常悠久，大概是晋朝那个时期。也就是说，曹魏江山灭亡没多久，
曹操的陵墓呢，应该就已经被盗了。按照推测，这个很有可能是司马家族夺取了曹魏的江山，对曹家进行报复，从而呢把曹操的墓破坏了。因为明面上他不可能去挖曹操的墓，只能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。旁边那个洞穴，我听导游讲，应该是2006年盗墓贼通过那里进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曹操的墓不管他生前再怎么样防御，在他去世之后，很快就被盗掘了。在后室的旁边有2个耳室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土堆一样。按照导游讲，当时这里呢是一具棺椁，里面呢是有尸骨的。整个曹操墓是发现2具尸骨，按照考证，一具呢是60岁左右，一具呢是9岁左右。那这个地方就是那具小孩子尸骨所在地。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了，网上有个笑话，有个段子说发现了曹操小时候的墓，其实主要就是由于这里呢是有2具尸骨，一具是小孩的。包括我来这里也问了一下导游，那导游也讲，这纯粹就是一个娱乐的笑话。这是另外一个耳室，在当年考古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头盖骨，按照鉴定呢，大概是60岁左右。我们来到这里，那么一听到是60岁左右的，那肯定就知道这是曹操了。那么当年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头盖骨是曹操，这一座墓是曹操的墓呢？当时在进行这座墓保护性发掘的时候啊，里面是发现了一些文物的。那些文物基本上是汉魏时期的风格。另外呢，还发现了一些小的石碑，上面有文字“魏武王”。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石碑是干嘛的，后面是在河南洛阳发掘了一些曹魏的墓，发现里面呢也有石碑，最终啊确定这些石碑是标明主人身份的。在中国历史上有魏武王称号的就3个人，一个是曹操，另外一个呢是五胡16国的那个时期的人物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另外2个魏武王他们去世的年龄呢，一个是在20多岁，一个是在30多岁。而曹操呢是66岁去世，那么这个头盖骨和曹操的年龄应该是符合。还有一点，当时曹操生前最高的爵位是魏王，在他去世之后，他的谥号是武，从而我们称之为魏武王。在曹丕称帝之后，追封曹操为武皇帝，那个时候呢，曹操已经安葬了。在这个地宫里面看到的魏武王石牌和曹操当时下葬的身份是符合的。还有一点，这座陵墓呢是没有封土的，这和历史上记载曹操的墓不封不树是相互佐证的。还有，当时考古的时候，根据陵墓周边的建筑痕迹，可以发现它不是烧毁的，而是人为的拆除。这和历史上记载的曹丕下令拆除高陵地面建筑记载是相符合的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地宫里面的构造。墓呢是典型的汉魏风格，里面呢建造的比较简朴，我们说的朴素，也没有多少的陪葬品，和曹操要求薄葬相符合。综合多方面研究考证发现，最终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曹操墓。曹操呢就安葬在这座墓的地宫里面。现在这一座墓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可以说是困扰了人们1000多年的谜团终于揭开了。曹操墓的发现算是把之前72遗种的传说彻底推翻了，这个流传千古的疑案也得以告破了。我们刚才也说了嘛，72遗种是从北宋时期开始的，这个是民间流传了，只是说相信的人越来越多，才会一直流传下去。我们平时所了解的曹操呢，口碑不太好，感觉呢是狡诈卑鄙的形象。相信大家如果来到了这个曹操墓，以及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了解一下曹操的一生，可以得出曹操并不是我们想象或者印象中那种人物，他呢为当时社会稳定、社会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我们之前其实看了很多陵墓，帝王级别的王侯将相的，在他们眼里呢，基本上是视死如是生，生前享用什么，死后同样要享用什么。几乎每一座陵墓呢，里面呢都有很多金银财宝。而曹操墓的发现呢，证实曹操不是那样的人，他确实说到做到，他说要薄葬，那真的就是薄葬。我们可以得出，曹操呢是一个不图富贵的人，可能他觉得他的抱负、他的理想比这些更重要。那么曹操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也算是了解了一下不一样的曹操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